姐姐，好久不见。楚清，是你？为什么？我哪里对不起你？你偷了我18年楚家千金的身份，那些富贵宠爱本来是我的。你疯了！我是爷爷在你走失后才领养回来的，从未顶替过你。可那个老不死的，竟然把名下40%的股份全都给了你，凭什么？我才是楚家正统的继承人，你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也配？股份我可以给你，楚家继承人的位置，爸妈的宠爱，甚至3个竹马，我都让给你了。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你为什么要赶尽杀绝？姐姐，你以为裴烨、贺欣然、徐思年他们为什么突然那么讨厌你？为什么总认为你心肠歹毒？我有一个系统，能把心声输送给他们。我想让他们听到什么，他们就会听到什么。这些年，我只要在心里随便说几句挑拨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你十恶不赦。而我无辜单纯。现在游戏该结束了，一路走好。楚清，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楚昭，你太恶毒了！我重生了。回到了楚清刚回楚家的这一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的3个竹马裴燕、贺欣然、徐思年被楚清的心声所蛊惑，和我渐行渐远，最后将我推入地狱。这3人明明和我一起长大，却轻易被挑拨，非蠢即坏。前世我为了挽回感情，一再讨好忍让，这一世我不奉陪了。楚昭，把青青推下楼梯，现在还想装傻蒙混过去？立刻给青青跪下道歉！太狠毒了，快道歉吧，楚昭！没办法，让你跪下，听见没有？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跪？姐姐怎么了？就算他不承认推了我，也不该打欣然哥。都怪我，我不该告诉他们这件事。欣然哥一定很疼吧？前世楚清就是靠着心事将他们3个耍得团团转，没想到这一世我也能听到了。还是青青知道心疼人，不像楚昭，就是个泼妇！楚昭，你疯了！今天你要是不跪下道歉，就别想走。昭昭，我们知道青青回来以后，你心情不好，可那不是你推人还打人的理由。道个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大家以后还是朋友。不行，自从青青回来，明里暗里被针对了多少次，这次差点命都没了。楚昭这么恶毒，绝不能轻饶。他们3个本是爷爷给我留的未婚夫候选人，却在楚清回到楚家后，对我百般刁难。前世，我因为莫须有的罪名，一次次低头，换来的却是更深的厌恶，最后连命都没了。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离了你们3个，就活不下去了？自从姐姐的养女身份曝光以后，是哥哥们一直护着她，她现在是要翻脸不认人吗？楚昭，没有我们，你怎么在圈子里立足？青青才是楚家千金，等认亲宴后，她就是真正的继承人，而你只是一个鸠占鹊巢的赝品。她想赶你走，只是一句话的事。我劝你认清形势，别给脸不要脸。鸠占鹊巢，我是被爷爷堂堂正正领回楚家的养女，我的一切是爷爷给的，不是从他楚清手里抢来的。要是你们知道楚氏集团40%的股份都被爷爷给了我，到时候你们又会是什么表情？我不欠他，更不会和你们一样，为了联姻像条哈巴狗一样去讨好他。姐姐好过分，哥哥们和他不是朋友吗？就算他讨厌我，
也不能骂自己的朋友是狗啊！楚昭，你骂谁是狗呢？背后偷袭，你什么时候这么下作的？放手！贺欣然，我骂的就是你，被当成落水狗痛打的滋味，怎么样？动手前你是不是忘了，我13岁就是跆拳道黑带，精通巴西柔术、泰拳。小时候被你堂哥欺负，是谁帮你一拳一拳打回去，把他打服的，都忘了吗？姐姐她真的疯了，居然直接动手！都怪我，我就不该反抗姐姐，乖乖当她的出气筒就好了。就算被她打死，也好过连累真心帮我的哥哥。青青，你放心，他以后再也别想欺负你。楚昭，你个疯子，敢在学校动手，愣着干嘛？叫保安！赶紧把这个疯女人抓起来！楚昭，你怎么能对欣然动手？就不怕影响楚贺两家的合作吗？他打我就不怕影响合作了？怎么，觉得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养女？难道不是吗？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认清自己的位置？楚爷爷已经去世了，没人会包容你这个假千金，别再无理取闹。裴燕，你还挺会颠倒黑白。裴少，这是楚昭他疯了，把我打成这样，赶紧把他抓起来啊！谁敢？楚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最宠爱的就是楚大小姐。就算现在真正的楚家千金回来了，她也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贺少，这楚家毕竟是校董之一，为什么姐姐始终不肯放过我？我只是想回家而已，难道就因为我不在爷爷身边长大，她就能这么欺负我吗？我才是楚家的亲生女儿啊！够了！楚家是校董又如何？这次没人能包庇你，我会跟伯父伯母说明一切。楚家容不下你这种心思恶毒的人。要是不想被赶出楚家，现在自己从楼梯上滚下去，再磕头认错，我就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把我赶出楚家？你们俩还没娶到楚青吧？怎么就一副赘婿的样子代表楚家了？哥哥们都是为了我才和姐姐闹僵的，他们这么维护我，我真的很感动。从小到大我都没被坚定选择过，要是以后能和他们联姻的话。青青善良温柔，贺家本就有意和楚家联姻，这个人选非我莫属。楚青是真心妻，娶到她就等于得到了未来楚氏的掌控权。楚昭，青青受了委屈，欣然和裴燕你骂也骂了，打也打了，道个歉，大家各退一步，对谁都好。世上没有受害者对加害者低头的道理，看来你们听不懂人话，那我只能找一个能公正断案的人来。陈伯伯，是我楚昭，麻烦您现在来一下教学楼2楼。我被人栽赃陷害，只能请您这个校长还我一个公道了。小昭，怎么回事？我马上过来。楚昭，这种小事你惊动校长干什么？陈校长是楚老爷子一手提拔起来的幸福，看着楚昭长大，要是他插手了岂不是？不是说要把我赶出楚家吗？我把校长叫来，是非公道，咱们一次扯清楚。谁在学校闹事？校长，不去上课，聚在这里干什么？校长，是楚昭，他推楚青下楼，还打我。楚昭推楚青这件事儿，你亲眼看到了？我没有证据的事，你们就这么笃定？至于他打你，你也动手了吧？谁先动的手？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散了。校长这是要包庇姐姐吗？就因为姐姐是他看着长大的。校长，您可不能徇私。裴燕，注意你的态度。法庭上都主张疑罪从无，要么你们就拿出实打实的证据。姐姐，
到底想要干什么？不是说是我把你从楼梯上推下去了吗？好啊，那我就推给大家看看。住手！你敢！住手！好可怕！姐姐她是真的想杀了我，我不想死。我才刚回家，刚认识哥哥们。你这个疯子！你差点杀了青青！当着校长和这么多人的面，你居然敢行凶！你这个无情无义的毒妇！无情无义。前世我就是太在意跟你们的感情，同情走失多年的楚青，处处忍让妥协，换来的却是被退学、被赶出楚家、被折磨致死。我以前到底是有多蠢、多瞎，才会在乎你们这种人？你们满口仁义，其实心里全是算计，自私又虚伪。既然他们讲证据，那我们就调监控吧。监控上个星期就坏了，现在还没修好。我知道，但是那个新装的，用来监测消防通道的广角摄像头，刚好也能拍到楼梯口的情况。都怪我，如果我不回家，姐姐不会变成这样，哥哥们也不会和她闹僵，都是我的错。好难受，头好晕。青青，你怎么了？看看你干的好事！青青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会放过你！快送医务室！晕的真是时候。徐艳年，这是刚发来的监控录像，好好看清楚。等楚青醒了转告他，下次演戏别这么漏洞百出。还有，我不欠他任何东西，相反，他欠我，我会一笔一笔亲自讨回来。陈伯伯，事情已经清楚了，我们走吧。好。楚昭好像和以前不一样。楚昭那个疯女人，居然敢打我！还把青青吓晕了，我不会让她好过的。校长那边怎么说？监控我看了，画面很清楚，不是楚昭推的，是青青自己摔的。青青，你为什么要骗我们？你摔倒根本就不是楚昭推的。怎么办？怎么办？哥哥们是不是觉得我故意冤枉姐姐？可我当时太害怕了，一时间也没看清，是不是姐姐推了我？都是我的错，还害得新人哥挨打。我现在就去给姐姐下跪磕头，求她原谅我。青青果然还是太善良，被楚昭欺负成这样，还觉得是自己有错，我怎么能怀疑他？算了，青青也不是故意的，都怪楚昭，要不是他前科累累，怎么会把青青吓成这样？楚青才是真正的楚家千金，裴家和楚家关系密切，不能让他当众出丑。看来只是一场误会，到此为止吧。既然是误会，那就不要打扰青青休息了。青青，你好好休息，晚上我们送你回家。你们不觉得楚昭今天很不对劲吗？不就是换了个法子吸引我们注意吗？以前装可怜装柔弱，现在改走泼辣强硬路线了，以为这样我们就会高看他一眼？做梦！助力是吗？可他看起来像是真的要和我们决裂。怎么可能？他就是做做样子。要是我们真不理他，他肯定会哭着来求原谅。况且他现在越是闹，到时候认亲宴上就越难堪，看他后不后悔。没错，他硬气不了多久，过2天就眼巴巴贴上来了。当务之急是照顾好青青，毕竟他才是楚家真正的继承人。
但愿如此。小昭，你太冲动了。我知道你委屈，但万一真出意外，怎么收场？对不起，让您担心了。下周的校庆画展准备怎么样了？画展的优秀作品将被推荐参加全国青年艺术新星大赛。去年大赛的金奖得主，现在已经被国际顶尖画廊签约。姐姐，我知道我比不上你，可我真的想让爸妈他们为我骄傲一次，就一次。这次画展你让我好不好？前世，楚晴先是拿下校庆头奖，又被推荐参加全国大赛，虽然最后只得了银奖，却足以让才女之名响彻圈子。而我，却因为藏竹被视为江郎才尽，再也翻不了盘。我正想说这件事，之前提交的作品我想更换。为什么？之前是我糊涂，想着退一步成全别人，但现在我不想了。这才是我认识的楚昭。你把新的拿去替换掉库房里那副旧的就行。这一世，一切都会不一样。他来干什么？明明答应让我，竟然出尔反尔。这幅画如果出现在画展上，风头全是他的了。明明我才该是万众瞩目的那个，既然你画的这么好，那这张画就是我的了。只要我比你更早让人看到，到时候看你怎么解释。这是我为校庆画展准备的新作品，刚刚完成草稿，我给它取名“曙光”。灵感突然，画的有点急，但我自己好喜欢这种冲破黑暗的感觉。你们觉得怎么样？哇，青青你好厉害！这画看起来就很有气势，跟你以前的风格不一样，但超棒，期待成品。构图和立意不错，继续深化，有新意，加油！楚昭，你的画现在是我的了。等到画展当天，所有人都会觉得是你抄袭了我的作品。好紧张，万一大家不喜欢我的画怎么办？青青，我们都看过你的画了，画得很好，今天的优秀作品非你莫属。确实突破了你以往的风格，完成度很高，不用妄自菲薄。贺少和裴少眼光可是出了名的挑剔，看来楚青是真的画得很好啊。人美又有才，不愧是真千金。我看今天的头锤非他莫属了。那可不一定，楚昭不也参选了吗？他的画可是被国际大师夸赞过的。姐姐看到我的画肯定要生气了，觉得我抢了她的风。她毕竟在楚家生活了那么久，要是被我比下去，面子挂不住。她不开心，肯定又要拿我出气。楚昭这个恶毒的女人，到底还有多少恶行是我们不知道的？青青别怕，你的才华是实打实的，楚昭他就是个假货。就算在楚家养了18年，还是上不得台面。他要是再敢找你麻烦，我就让他这辈子都握不了画笔。没错，有我们在，不会再让你被他欺负了。姐姐，你来的正好，我的画一直等着姐姐来看呢。哇，好强的视觉冲击力！这个创意和色彩太绝了，楚青好厉害。看来贺少和裴少说的没错，今天的头筹真有可能是楚青的。姐姐，你觉得我的画怎么样？对了，你的画呢？怎么还不展示给大家看？我们都好期待你的作品。这真是你画的？
姐姐，你为什么这么说？这画不是我的，还能是谁的？还能为什么？肯定是看到青青的画这么出色，嫉妒呗。有些东西是天生的，后天再努力模仿，都不过是东施效颦。看都没看就能断定我的画上不得台面，还是说你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已经退化到只会用屁股思考人云亦云了？楚昭，你嘴巴放干净点！你要是不服气，就把自己的画亮出来看看。姐姐，你脸色不太好，身体不舒服吗？还是说你的画不方便给大家看？姐姐是不是没发挥好，还是压根就没完成？如果当众揭穿你，他会很难堪吧？楚昭的画肯定没问题。我倒要看看你这布下面到底藏了什么秘密！住手！谁准你动我东西了？好啊，难怪你不敢给大家看，原来是抄袭。真的假的？楚昭抄袭楚青？怪不得不敢展示。铁证如山，楚昭，你还有什么话说？姐姐她怎么会做出这种事？不是说她画画天赋很高，爷爷还给她请了大家当老师，怎么会抄袭我的作品？难道之前那些都是假的吗？楚昭，水平不行可以练，但人品不行就是不行。抄袭在艺术领域是最不可饶恕的行为。你太下贱了，楚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校规明确说了，学术不端抄袭者将予以退学处理。楚昭，你现在认错，还能从轻发落。怎么，没话说了？现在知道怕了，晚了。你之前叫校长来的时候不是挺疼的吗？赶紧叫他来啊，看看你就是这么个沽名钓誉的小人。校长来了！怎么回事？贺欣然、裴炎，又是你们！校长，您来的正好。楚昭抄袭楚青的画作，证据就在这儿摆着，品行不端，必须开除。我们学校绝不能容忍这种败类。校长，事关学校声誉和风气，现在证据确凿，必须公正处理，不能因为某些人的私人关系就有所偏袒。像楚昭这样的人，理应被退学，以儆效尤。仅凭局部相似就妄下抄袭定论，还上升到开除，太武断了。这件事影响重大，我会让专业人士调查。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还查什么？楚昭抄袭，这不是一目了然吗？既然您说只是局部相似，那我们就看看整幅画是不是一模一样。楚昭，你不敢掀开，那我来。这怎么可能？不是说抄袭楚青的曙光吗？这完全不一样啊！好感人，我鼻子都有点酸了。这画上是谁啊？总觉得有点眼熟，有点像已经去世的楚老爷子。没错，这就是楚氏集团的创始人楚剑山。楚昭，你怎么会选择用一张肖像画参选？大家都知道，我是爷爷从孤儿院领回的养女，他给了我姓氏，更给了我毫无保留的疼爱和教导。我很感恩，也很想他。学校是他的心血之一，今天又是校庆画展，所以我用这幅画缅怀，仅此而已。楚老，您果然没看错人，这孩子像您，有这样的心性和才华，才配成为楚氏的继承人。虽然我画技比不上姐姐，但这幅画也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姐姐却在这种场合放爷爷的肖像画，真的不是利用大家对他的感情吗？就算不是抄袭，你在校庆画展上用已故楚爷爷的肖像画充数，分明就是投机取巧。
拿大家对楚爷爷的感情当筹码，算什么真本事？我投机取巧，请问在你们眼里，什么叫真本事？像这样的，连抄都抄不到精髓的拙劣之族，这才是东施效颦。你胡说，我没有。姐姐，你怎么能污蔑我呢？你说青青的话抄袭，证据呢？这幅是我原本的参赛作品。竟然和楚青的一样。楚昭这幅明显要好得多，难道是楚青抄袭了楚昭？胡说什么！这幅画和青青的一模一样，你还敢说自己没有抄袭？贺欣然，两个耳朵中间夹的是猪头吗？快过年了，别在外面晃悠，找个地方躲躲吧。你楚昭，1周前青青就给我们看了他的草，你呢？拿得出时间链证据吗？1周前，可我这幅画半个月以前就进行了作品登记，版权证书就在这里。半个月前？那岂不是比楚青的草图还早？天啊，真是楚青抄袭，还抄得这么拙劣！楚青，你这不仅是学术不断，更是品行有亏，必须启动开除学籍处分流程，绝不姑息。又来。不要开除我！我知道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太想得到大家的认可了。我不能离开学校，要是回了家，姐姐折磨我就更肆无忌惮了，我会死的。不行，不能让青青被开除。校长，青青她知道错了。是啊，校长，青青毕竟是楚家的亲生女儿，这件事如果闹大了，对楚家声誉也有影响。刚才口口声声说我抄袭，要校长开除我以尽校术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也许是一时糊涂？怎么不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还真是驰名双标啊！楚昭，青青再怎么说也是真正的楚家千金，你占了她位置这么多年，不羞愧吗？校长，为了一个养女得罪楚家的继承人，值得吗？楚家可是最大的校德，等楚青继承楚氏，整个学校都是他的。校规面前，一视同仁。楚青，你学术不断，污蔑同学，证据确凿。现在我正式通知你，被开除了。青青，都散了。不去追你的青青妹妹。比起她，我现在对你更感兴趣。你变了，比以前那样委曲求全、讨好所有人，有趣多了。徐思年，我不是你无聊生活的调剂品，我们也不是一路人。话别说这么绝，你需要我这个盟友。难道你不好奇楚青是怎么让他们这么死心塌地的？无非是利益相关，你又何尝不是只在最安全有利的位置上下注？我不需要你这样的盟友。如果你改主意了，随时联系我。楚昭，你的这幅作品技法成熟，大家一致认为它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将送选全国大赛。谢谢校长。命运真的被改变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落到前世的结局。楚昭小姐，我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李景，楚氏集团的首席法律顾问，也是已故楚老爷子遗嘱的负行人之一。这附近有家咖啡厅，关于老爷子的遗嘱，我想和你仔细聊聊。你有时间吗？这是老爷子生前交由我保管的遗嘱，涉及楚氏集团股权的分配。楚老先生将他个人名下持有的总计40%的楚氏集团股份全部留给了你，你是这些股份唯一的继承人。前世我被楚青陷害，
被赶出楚家，又被学校开除，最后流落街头，只能去做最底层的工作养活自己。这位黎律师并没有现身，直到几年后，律师找到我告知股份的事，但并非他。这一事为什么会提前找我？黎律师，这份遗嘱为什么没有在葬礼上公开？这份遗嘱被设为隐藏遗嘱，股份本应在你年满25岁，或展现出足够的能力与心性之后，再由我协助你接管。那为什么？老爷子告诉我，这些股份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如果你软弱逆来顺受，非但守不住它，反而会招来灾祸。是啊，前世的我不但没守住股份，反而连命都丢了。最近我一直在观察，你变了很多，也向我证明了你有守住这份遗产的能力。楚昭，你合格了。我们聊聊继承的具体事宜。我该怎么办？哥哥们肯定对我很失望，他们为了我都和姐姐闹翻了，我却辜负了他们的信任。青青，没事的，没人怪你。你这次确实做的不妥。抄袭是大忌，偏偏还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拆穿。我也不想的，可姐姐什么都比我好，大家都喜欢她。我除了真千金这个身份一无所有，我太害怕了，怕你们觉得我一无是处，怕爸妈后悔接我回来。真要是那样，我还不如……青青，危险！你要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办？你才是楚家的亲生女儿，楚昭就是个养女，为了她赌气去死，你怎么这么傻？都怪楚昭得理不让人。我看她就是嫉妒青青是楚家的亲生女儿，为了获取我们和伯父伯母的关注，才故意这么针对青青。裴燕说的对，楚青，你是楚家的亲生女儿，现在是，将来也是。画展的输赢，被学校开除算什么？等到你继承楚氏，整个学校都是你的。就算是校长，你想开还不就开？真的吗？那我以后就不会再被他欺负了。没错，任期宴过后，楚昭那个冒牌货就会彻底失去继承人的身份，到时候你想怎么出气都行。属于你的东西，谁都抢。楚昭。被逼到绝境，失去所有的你，会不会想起我今天的提议？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还知道回来？楚昭，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能那样欺负青青？他刚回家，你就不能让着他点？非得闹得全校皆知，让他下不来台吗？您只听说我欺负他，就没有听说他是因为抄袭我的话被当场抓包，证据确凿，才被学校开除的。什么抄袭？这些年是你占了青青的位置，你能有今天，靠的都是楚家的资源。一幅画而已，他用就用了。你当姐姐的，本来就该给妹妹铺路。妈。就因为她是你的亲生女儿，所以她做什么都可以被原谅。我反抗就是在欺负她。姐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反抗你了。你能不能别让我被开除？楚昭，你现在就去跟陈校长说青青没有抄袭，让他把退学处分给撤了。不可能，楚昭。楚家这些年对你是仁至义尽，你现在是要当白眼狼吗？领我回家的人是爷爷，也是他把我养大的。我是不是白眼狼，您没资格评判。妈妈，你别生气，都怪我太傻，给了姐姐借题发挥的机会。青青别怕，
等过2天认亲宴上，你爸爸就会宣布你才是真正的继承人，到时候让那个死丫头滚出楚家。妈妈，这次考试我又是第1，一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你这样怎么能当好楚家的继承人？别拿这种小事来烦我。我只是想要被您认可而已。原来除了爷爷，这个家没人把我当做家人。青青，你今天好美啊！明珠蒙尘也不会改变它的本质，以后只会越来越好。谢谢。4年哥呢？他有事，晚点到。什么事能比青青更重要？没关系的，你们能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楚小姐这气质，一看就继承了楚总和夫人的优良基因。楚总和夫人能有这样懂事的女儿，真是好福气啊！姐姐今天不会来砸场子吧？依照楚昭的恶毒，说不定真的会故意毁掉青青的认亲宴。青青别怕，有我在，没人能毁了你的认亲宴。那是楚昭，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姐姐穿成这样，所有人又只关注她了。也对，毕竟她才是爷爷亲手带大的楚家千金，就算我打扮的再光鲜，还是比不上我。这个楚昭果然是来砸场子的。楚昭，今天是青青的认亲宴，你穿成这样什么意思？人贵有自知之明，识趣点就该自己离开，不然等会儿宣布真正的继承人，你只会更难看。你们别这么说，姐姐也是我的家人。今天是我的大日子，她能来，我很高兴。家人？这一世，我再也不会任人宰割。楚青，你害我的，我全部还给你。我穿得干净得体，怎么就砸场子了？至于继承人的位置，你们就这么确定是他的？姐姐，我知道你觉得我抢了你的东西，毕竟之前都说你是楚家的继承人。其实我真的不想和你争，可我才是楚家的亲生女儿，爸妈的决定我也没办法。青青，他就是嫉妒你，你是真千金，本来就是继承人。鸠占鹊巢久了，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聊什么呢？这么热闹？没什么，姐姐可能心里不平衡，所以刚刚说话有点冲。今天不光是认亲宴，还会宣布楚家继承人的人选。会是谁，大家心里清楚。无关紧要的人，还是自己早点离开，免得到时候当众丢人。哦，看你们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我还以为今天这认亲宴其实是相亲宴呢。是又如何？青青成了继承人，自然会在我们中挑选一个当她的未婚夫。3选1，那剩下的2个是要当妾，还是当男小三啊？不管我选谁，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姐姐，你的想法怎么那么龌龊？好了，别跟这种人纠缠了。今天海城名流都到场了，我们带你去认认人。感谢各位赏光，我女儿青青流落在外多年，如今终于回家。这场认亲宴
就是为了将他正式介绍给大家。楚青才是我楚家名正言顺的真千金。看来楚家还是更看重血脉啊！楚昭以后处境不妙喽。可不，搞不好今天就宣布楚青是继承人呢，那楚昭就彻底成弃子了。某些人啊，从前就仗着楚爷爷偏爱他，目中无人，现在现原形了吧？跳梁小丑，你给脸不要脸！等会儿楚伯父就会宣布青青才是楚家的继承人，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楚昭，你也别怪我们无情，要怪就怪你太不识时务，手里没筹码的人没资格留在桌上。你凭什么笃定我手里没筹码？各位，今天在这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想宣布，关于楚氏未来的继承人，就是等等，黎律师，你这是？老爷子在去世前指定我为他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楚氏继承人的人选只能由我来宣布。爸什么时候立过遗嘱？根据楚老先生前立下的遗嘱，他个人名下持有的楚氏集团40%的股份，其唯一且合法的继承人是楚昭小姐。怎么可能？我才是楚家的亲生女儿，爷爷怎么会把这么多股份都给她？是啊，李律师，你是不是搞错了？昭昭她毕竟是养女，把40%的股份交给她，于情于理都说不通。还是说这份遗嘱压根就是伪造的？这份遗嘱由楚老先生亲笔签署，有3位见证人同时见证，经过机构公证，具有法律效力。是爸的签名。怎么会这样？遗嘱的电子版稍后我会同步给各位，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找我沟通。小姐，事情都处理完了，现在走吧。既然今天是楚青的认亲宴，那我就不多打。姐姐现在很得意吧？爷爷把所有股份都给了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能踩在我头上了？我从来就没想过要踩谁，只有自己站不稳的人才会总觉得别人想推他。楚昭，你别以为拿了股份就能万事大吉，爸妈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楚家的一切都是我的。姐姐，你推我干什么？又想故技重施，自己摔下去赖在我头上。楚青，你真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蠢，吃过亏还不长记性？楚昭，你又想对青青做什么？都怪我，我不该惹姐姐生气的，以后我都躲着姐姐走。果然是楚昭针对青青。楚昭，股份你都拿到了，还想怎样？你就不能放过青青吗？我没事，姐姐她没有对我做什么。可可本来这么帮我说话，他肯定更恨我了。等他们走了，他还不知道怎么欺负我。青青别怕，有我们在，他不敢伤害你。你抢走股份就是嫉妒青青回来之后遭大家的关注吗？你以为这样我们就会高看你，甚至让你选我们当未婚夫？你做梦！刘昭，你这种恶毒又要强的女人，哪点比得上青青？有些东西是强求不来的，适可而止。我抢你们的关注，还选你们当未婚夫，家里没有镜子总有尿吧？我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是为了不让楚氏败在废物手里，以告慰爷爷的在天之灵，不是给你们脑子里只有钱爱的蠢货做嫁衣。这里是我家，我不欢迎你们，滚！姐姐，都是我的错，你别迁怒其他人。哥哥们都是爸妈请来的客人，姐姐这样也太没礼貌了。发生什么事儿了？楚昭，今天是家宴，我特意请了欣然他们过来，他们是客人，你的规矩都被狗吃了吗？你家楚昭，你搞清楚，这里是楚家，青青才是楚家的真千金，而你只是一个养女，不夹着尾巴做人，小心被直接赶回去。第一碗汤你不给我？汤就在你面前，想喝自己盛。欣然是客人，给他盛碗汤怎么了？你以前不是最积极了吗？以前是以前，我不是佣人，没义务伺候他们。这汤味道不对，王妈，你手艺怎么退步这么多？刘少爷，以前的汤都是楚昭小姐亲自熬的，得好几个小时呢，一刻都离不了人。我还得干别的活，哪有那功夫啊？楚昭，算你有点良心，还坐着干什么？赶紧去煲汤吧。你脑子没病吧？都翻脸了，还想让我当牛做马？我有那么贱吗？喂狗还知道冲我摇尾巴，而不是像你一样反咬我。你。
好了。昭昭，爸爸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有怨气，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是一家人。是啊，昭昭，股份的事儿，妈妈知道是爷爷疼你，可你还年轻又是学生，管理这么大笔资产，容易被人算计。爸爸妈妈都是为你好。这样吧，你那40%的股份，暂时还是由爸爸来帮你保管。我当是什么家宴呢？原来是给我设的鸿门宴啊！你说什么呢？咱们是一家人，我还能害你吗？家人？是啊，股份在你手里和在我们手里不都一样吗？股份是爷爷留给我的，怎么处理是我的自由，不需要任何人代为保管。爸妈的好意，我心里。楚昭，我们是你的父母，还能私吞你的东西不成？让你交出股份是为了你好。你是不是还怪我们接青青回来？可青青是我们的亲生骨肉，你就不能体谅一下爸爸妈妈？非要闹得家宅不宁，让外人看笑话，你怎么这么自私？我体谅你们，谁来体谅我？口口声声说一家人，你们做的是哪件把我当家人了？楚青抄袭，你们想的是如何帮他遮掩，逼我退让？股份给了你们，还能拿回来吗？怕不是当天就把我扫地出门，给亲女儿腾位置？楚昭，你现在真是翅膀硬了，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了。我都说了，青青抄袭的事不许再提。你是姐姐，让着点妹妹怎么了？没错，我们已经跟学校沟通过，就是个误。青天年纪小，一时糊涂，学校已经同意撤销开除处分。处分消得掉，污点可能容易抹去。抄袭者在哪儿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股份我不会交。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我奉陪到底。完了他了！也不知道姐姐为什么针对我，可能我回来让她不开心了。但我真的没有抄袭，学校都已经查清楚是误会了。青青别难过了，楚昭就是嫉妒你，毕竟你才是楚家的真千金。就是他一个养女，嚣张什么？姐姐来了，我们快走吧，等下又惹她不高兴。楚昭，你又想欺负楚青是不是？我只是正常经过，反倒是你们聚在这里嚼舌根，污蔑同学。怎么是觉得嗓门大会装可怜就能颠倒黑白了？姐姐我没有，大家只是关心我而已。是正义路人还是想要巴结楚家，自己心里清楚。楚青，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爷爷把楚氏40%的股份给了我，我才是楚家真正的继承人？青青，他说的是真的吗？我楚昭，你为什么要针对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难堪，股份你拿了，风头你也出够了，还想怎么样？针对，从一开始装可怜挑拨离间的人不是你吗？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就受不了了？要怪你就怪你自己技不如人。贺少，青青去画房找楚昭半天都没有出来，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什么？你少得意！你占了我的身份，占了我18年的富贵生活，现在连本该属于我的股份都要抢，你还要不要脸？就告诉一切，迟早都是我的。等爸妈把你手里的股份抢回来，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楚千山那个老不死的已经不在了，他护不了你。你再说一遍，楚昭，你干什么？你疯了！居然动手打人！你看你把青青打成什么样了？这是他自找的，你怎么不问问他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好疼，姐姐为什么要打我？我只是想和他把话说开。他就这么恨我吗？为了一点小事动手，楚昭也太目中无人。不管青青说了什么，都不是你动手的理由。裴燕，跟他废话什么？楚昭，我告诉你，今天这钱你必须到。冷静点，动手解决不了问题。都怪我没用，我本来不想再麻烦哥哥们了，所以才单独找姐姐想把事情说开。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对我动手。青青这么善良，今天要是不帮他讨个公道，我就不是男人。放开我，今天非得给他点教训。是在帮你。你上次被他打成什么样，忘了吗？这里是学校，闹大了对谁都没好处。既然各执一词，青青又受了伤，不如通知楚伯父和楚伯母过来处理。好啊，叫吧，正好也让那两伯父看看他们领回来的好女儿究竟是什么货色。怎么打成这样？楚昭，你真是无法无天！立刻给你妹妹道歉！你们不问问我为什么打你？我只是求姐姐以后别再针对我，可她不光骂我下贱，还打我。现在她肯定又要编谎话污蔑我了，我该怎么办？你还狡辩，赶紧道歉，不然这事没完。不管起因如何，动手伤人就是不对。伯父伯母，还是先听听楚昭的解释。够了！今天打你妹妹，明天是不是就要打我和你妈了？像你这种不孝女，我们怎么把股份交给你？3句话绕不开股份，那就来听听看，谁才是真正的不孝女。楚家的一切迟早都是我的，等爸妈把你手里的股份抢回来，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楚剑山那个老不死的已经不在了，他护不了你。青青，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不
是这样的，怎么办？是子英他故意激怒我，我一时冲动才说了不该说的。这可不像一时冲动啊，反倒更像是积怨已久爆发出来了。青青，让开，你挡住我的光了。花展村里的拒绝我，其实是因为你早就知道自己会拿到40%的股份，对不对？猜错了。那是为什么？过去的事是我错，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联谊是真正的强强联合，我可以帮你坐稳位置，帮你对付你爸妈和楚青。这难道不是他当年掉进咸水里，快淹死，把你捞上来，也免得你今天在我面前说这些恶心的话。楚昭，你这样，我反倒更有兴趣了。神经病！我不会放弃的。今天的事，你又受委屈了。不委屈，这么闹一次，估计能消停一段时间。楚家人还会想别的办法来抢股份，他们不会让你坐稳继承人的位置。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其实和徐家联姻的确是能够快速巩固地位的捷径。走捷径有时候付出的代价更大。利益结合，看似稳固，实则脆弱。一旦出现更大的诱惑，所谓的盟友就会立刻倒戈。背刺过我的人，我不会给他们第二次伤害我的机会。至于继承人的位置，我会自己坐稳。老爷子果然没看错人。但楚家内部盘根错节，董事会也并非铁板不一，要想在集团内部站稳脚跟，还有场硬仗要打。爷爷留给我的股份，任何人都别想抢走。爸妈，我知道我让你们失望了，可我只是太生气太伤心。爷爷把股份都给了姐姐，我是不是不该回来的？别乱想，是楚昭蒙骗了老爷子，你们才是亲祖孙，他却把股份全给了那个外人，谁都会不满。爸妈不怪你们。宏远，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遗嘱是爸自己签的，公证过。李景又是个油盐不进的，有他盯着，我们占不到半点便宜。可他万一拿着股份报复我们怎么办？爸，干脆先下手为强。先是对楚爷爷出言不逊，又说出这种话，难道我们真的看错青青了？我的意思是，咱们不能坐以待毙。我嘴笨，以后还是别乱说话。看来青青只是被股份的事冲昏头脑了，本性不坏的。青青，楚昭拿着股份，董事会也未必认他。董事长终归还是楚伯父，楚爷爷毕竟是你亲爷爷，你就算有气，也不该往自家人身上发呀。虽然哥，我真的知道错了。楚青不是擅长，但毕竟是名正言顺的真前妻。况且，楚昭已经和我们彻底撕破脸，现在也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哼，我楚宏远在商海沉浮几十年，还治不了他一个小丫头。股份在他手里又怎么样？青青，你放心，该是咱们的东西，跑不了。楚昭走着瞧，楚氏的继承人只能是我。楚昭，祝贺你评上了校庆画展的优秀作品啊！楚昭不仅画画好，还是楚氏未来的继承人呢。以前我们不懂事乱说话，您千万别放在心上。都是同学，哪有什么过节？早知道之前不该跟他闹那么严，现在后悔晚了。谁后悔了？看楚昭那得意的样子，不就是拿到了点股份吗？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真以为自己是楚家继承人了？要我说，他就是个养女，心思恶毒，抢了楚青小姐的东西。要不是他用手段骗了楚老爷子，哪轮得到他？说的对，假的就是假，抢来的东西迟早得吐出来。阿燕，你说对吧？怎么，只敢背地里诋毁我，来找点可悲的优越感？说我抢楚青的东西，倒是让他自己来跟我对峙啊！觉得没脸见人，躲在家里连学校都不敢来了。你别得意太早，一个和楚家毫无血缘关系的养女，你以为董事会那些老葫芦会认你？下周楚氏要召开股东大会，你一个外人持有这么大额的股份，
股东大会有权启动保护性收购。爷爷的遗嘱明确指定我为继承人，不存在任何争议。就算有人想动我，那也是处事内部事务，轮不到你们2个外人来指手画脚。与其操心我会不会出局，不如多花点心思拾掇自己。这年头当赘婿也是有门槛的，何况你们还得竞争上岗呢。如果还是游说我联姻，劝你还是放弃。是股东大会的事，你突然成了楚氏最大的股东，董事会不少人有疑虑，要挺过股东大会很难，除非什么？除非我们徐家支持你，这样那些想动你股份的人就得掂量掂量了。我可以退一步，不联姻改结盟，不光能保住股份，还能帮你逐步在董事会站稳脚跟。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徐家的利益，想提前押宝我，还是为了别的？你有野心也够狠，比楚清那个只会装可怜的草团有意思的多。只是结盟那么简单？如果以后有联姻的打算，优先考虑选我，这个条件不过分吧？我会考虑。利益还是真心有那么重要？只要你还有价值，我就会始终站在你那边，绝不背叛。今天召集各位，主要是讨论关于已故楚老先生名下40%股份引发的公司股权结构稳定性事宜。楚昭只是一个养女，她拿这些股份不仅名不正言不顺，还可能因为个人恩怨做出损害公司利益的决策。法律上，我是爷爷合法收养的孙女，我们之间存在法律认的亲属关系。遗嘱明确指定我为继承人，怎么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亲属关系恐怕从现在起不存在了。这份声明是在我成年之前签订的，在法律上单方面解除收养关系需要满足极其严格的条件，而这份声明根本没有经过法院裁定，它只是一张废纸。楚昭，我和你妈妈决定解除与你的收养关系。从法律上来说，你不再是我们楚家的养女，与已故的老爷子也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亲属关系。要不是姐姐一直忤逆爸妈，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狠心。好一招釜底抽薪，楚昭，你会怎么办呢？各位，为了公司的稳定，我提议启动对楚昭所有40%股份的保护性收购程序，由公司回购这部分股份。怎么回事？楚昭难道真的没准备后手？现在就该议案进行表决，赞成该议案的股东请举手。结果已经很明显了，议案通过。姐姐也该认清现实了，不属于她的东西终究是留不住的。拿了钱就赶紧滚吧，也是便宜你。楚昭，各位股东，在股份回购程序启动前，我们先厘清根本问题：楚昭小姐究竟是不是楚家人？李律师，我们已经解除了收养关系。这份是已故的楚老先生与楚昭小姐的亲子鉴定报告。报告显示，支持楚老先生是楚昭小姐的生物学父亲。这不可能！就算她真是老爷子的女儿，解除收养关系声明上有我和林婉的签名。楚老先生是楚昭小姐的生物学父亲，你作为楚老先生的儿子，无权单方面解除你父亲与亲生女儿之间的亲子关系。这份声明在法律上无效。这南极，原来你从一开始就在演。还有什么疑问吗，大哥？楚老是楚昭的生父，那楚东岂不是假的？一定是假的！爷爷都多大年纪了，怎么可能是他的生父？楚昭他为了股份什么谎都敢编。楚爷爷都多大年纪了，楚昭才多大？这么大的年龄差，怎么可能是父女？这根本说不通，这简直太荒唐了！楚昭，
你为了保住股份，居然编出这么离谱的瞎话，还敢伪造 DNA 报告欺骗大家！没错，爸他那么注重名誉的人，怎么可能晚节不保搞个私生女出来？你就算不想交出股份，也不能用这种下作手段污蔑你爷爷的名声，这是大不孝。亲子鉴定报告是楚老先生在订立遗嘱时一并提交并经过公证的附属证据，它是遗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如果有疑问，欢迎你们去复核验证。爸都那么大年纪了，他怎么可能生得出楚昭？李景，你自己说出来不觉得荒谬吗？楚昭小姐是老爷子通过试管刀2而技术孕育的孩子，并不违背伦理和法律。至于他老人家这么做的原因，楚董您最清楚。我清楚。老爷子认为您在商业能力、决策眼光乃至个人品行方面屡次令他失望，无法承担继承人的重任，所以他才决定以这种方式亲自为楚氏培养一位合格的继承人。什么？你们胡说八道！爸他怎么可能这么对我？姐姐怎么能构结律师污蔑爸爸呢？这是造谣，是诽谤！这不可能，肯定是楚昭勾结律师编造的。闭嘴！楚氏的家事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楚昭小姐是楚老先生遗嘱指定的唯一继承人，且其与楚老先生的亲子关系具有法律承认的证据支持。之前通过的保护性收购议案应属无效。既然都处理好了，李律师，我们走。楚昭，你给我站住！你早就知道自己是爷爷的亲生女儿，对不对？你一直把我们蒙在鼓里，一直都在戏耍我们。戏耍？一直以来用尽戏去算计、欺骗，只为了抢夺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人，难道不是你吗？从你回到楚家开始，就一直栽赃陷害我。有时候你明明没说话，为什么贺新叶他们却表现得好像听到了什么，还深信不疑？难不成他们都有读心术，能听到你的心声不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某些人自以为聪明，其实玩的把戏都太拙劣，让人一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失心疯了吧？好像没听。让他先乱一阵吧，致命一击总要找准时机。托你的福，今天看了一出精彩绝伦的好戏。楚昭，我现在真是越来越喜欢你。别说这种让人恶心的话。还有，我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出戏可不是我要唱的。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是直接进入董事会，还是……进入董事会是迟早的事，但不急在一时。根基不稳，贸然上位反而容易成为靶子。不如聊聊鸿盛药业，只要投资得当，利润能够达到300%。没想到爷爷年纪都那么大了，还会搞出这种事。私生女这种身份，说出去也不好听。姐姐现在有股份，什么私生女？大声说给我听听！我什么都没说啊，你听错。楚昭，你敢打我？我跟你拼！打你还要挑日子吗？论辈分，我是你亲姑姑，教训出言不逊、品行不端的晚辈，天经地义。今天算是清理门户，再让我听到你满嘴捧腹，可就不只是脸了。青青，谁把你打成这样了？怎么办？姐姐刚刚好可怕，我要不要告诉欣然哥？会不会又连累他？又是楚昭！慢点。
然哥，你怎么了？踩空摔了一下，腿好像动不了了。我们送你去小医院。贺少，你这条腿以前就因为车祸导致过粉碎性骨折，这次摔倒虽然主要是扭伤，但冲击力诱发了旧伤部位的潜在问题，导致旧疾复发，很有可能以后都走不了路了。您当年的粉碎性骨折，想要恢复到受伤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之所以能恢复，也是楚昭小姐帮忙吧。当年楚老爷子用了人情，才让国手李神医出山看了一眼，但真正在他门前跪了3天3夜，只求能学得针法为你治疗的，是楚昭小姐。欣然哥，你动一动腿试试。我的腿真的能动了！昭昭，你的腿怎么了？不小心磕到了而已。你放心，等我好了，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你们先回去上课吧。欣然哥，我不走，我要留下来照顾你。楚昭过去确实对我不错，但现在我和他闹成这样，已经无法挽回。幸好还有青青。青青，青青，帮我倒杯水，要温的。给。太烫了，自己吹吹嘛，我又不是保姆。我躺久了腰酸，你帮我调下靠背。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啊？为了照顾你，我昨晚都没睡好呢。又痛又累，这么多天了，一点起色都没有，干脆让我当一辈子的瘸子算了。欣然哥，再坚持一下。李爷爷说，只要坚持，一定能好。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我之前对楚昭是不是太过分了？青青又真的是我想的那样吗？还是我只看到他想让我看到的一面？欣然哥是不是生我气了？他一定很疼很难受，所以才脾气不好。可我真的好累，从小到大都没这么辛苦过。但为了欣然哥，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青青，我没怪你，照顾病人确实辛苦，是我刚才语气不好。当年楚昭能用李神医的针医治好你，现在肯定也可以。我们去找他吧。他肯定不会同意。你们以前感情那么好，他还为你跪了3天3夜学针灸呢。这份情谊，他难道真的说忘就忘？再说，你现在这样都是他害的，他但凡有良心都不会见死不救吧？你说的对，我们去找他。鸿生药业的事儿我已经和家里人说过了，我们会全力配合你。对了，听说贺新言前2天在学校楼梯上摔了一跤，旧疾复发，腿好像伤得不轻。是吗？看来是好日子过得太舒坦了，连路都不会走。腿瘸了也好，正好能安日2天，省得总像苍蝇一样在耳边嗡嗡，给人添堵。楚昭，你就这么绝情，居然说瘸了也好，你怎么这么恶毒啊？腿怎么伤的你自己心里清楚，是我不让你看路，还是我推你下楼？只要你治好我的腿，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们还能做朋友。你可别给脸不要脸。有病就去找医生，我没有救你的义务，也没那个闲工夫。知道之前是我错了，误会了你几次，但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那么多年的情分，难道你就真的忍心看我变成残废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看在过去的情分上，你帮帮我。刚才还骂人家恶毒，这会儿又开始念旧情。再说，你这腿不是为了给楚青出头，结果自己不看路才摔的。既然这么担心你欣然哥，你怎么不给他想想办法？我不会针法呀，我要是会，肯定早就……不会可以学嘛，当年楚昭不也不会，不还是为了某人的腿用身跪服？可见事在人为，关键是有没有那份心。实在不行，你也去李神医家门口跪上3天3夜呗。如果这样真的能让欣然哥好起来，我愿意。
只要能治好他，别说3天，就算把腿跪废了，我也心甘情愿。如果不是我，欣然哥就不会去找楚昭，就不会摔成旧的。李神医听说脾气很坏，万一他不见我怎么办？青青，我怎么会让你去做那种事？你的心意我明白，这就够了。楚昭，你就这么冷血记仇吗？好，算我以前眼瞎。我的腿不用你治。青青，我们走。蠢货一个，被楚青几句话耍得团团转，错把榆木当珍珠，还自以为感天动地。他这腿，恐怕真得承担每次进水的代价。裴燕，楚家的事我听说了，现在楚昭成了手握实权的继承人，而你竟然从头到尾都站在了楚青那个妻子那边。爸，我当时不用解释，商场如战场，站错队就是最大的失误。你大哥最近做的几个项目就比你眼光好得多。新的投资项目资料发你邮箱了，做份策划案出来，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怎么了？爸让我做计划书，可我不会了。我本来就不受重视，这次要是做不好，我帮你。这几个都是我挑出来100%盈利的项目，重点我也都标注出来了，足够应付裴叔叔和董事会。难道没了楚昭，我就不是投资天才了吗？我找楚昭。裴少，大小姐吩咐过，如果是您和贺少来找，一律不见。小姐说她和你们已经无话可说，请回吧。你跟她说，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关于投资策划案的。以前我们经常一起讨论。裴少爷，小姐话已经说得很清楚，请您不要为难我。怎么来找楚昭？是来道歉呢，还是又来请教问题？不关你事。以前把楚昭的好心帮忙当成理所当然，还帮着别人踩他。现在发现离了他投资天赋的名头守不住，又想起他的好了。先哄着他把这次的项目做了再说。裴彦哥，你怎么在这里？是来找楚昭的？有点投资上的事想找他商量。公司项目的事吗？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你和姐姐也不会闹成这样，害得你现在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裴彦哥可是有名的投资天才，楚昭不过是运气好拿了点股份，论真才实学，怎么能跟裴彦哥比？一点小项目而已，我自己能解决。只是刚才被徐思年那个小人气到了。不如聊聊鸿盛药业，只要投资得当，利润率能够达到300%。楚昭肯定是掌握了鸿盛药业的利好消息，后面肯定会大涨，到时候爸也会对我刮目相看。我们现在大批吃进鸿盛药业股票，不出意外，过2天它的新药问世之后，股价会快速上涨。但等到第7天，无论涨幅如何，收盘前必须将我们手中所有的股票全部清仓抛出，一厘都不留。如果鸿盛真的研究出了抗癌特效药，那我们更应该继续持仓，赚更多的钱才对。第7天就全抛，会不会太保守？大小姐，这个时间点有什么特别的依据吗？具体原因我现在不方便多说，你们只需要记住，第7天全部清仓，这不是建议，是必须执行的命令。好，既然你如此肯定，我会按计划执行。资金撤离路径我会安排好，确保安全快速。那天我故意让裴燕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现在估计已经上钩了，只可惜过分贪婪可是会让他血本无归的。果然，楚昭他们提前知道了内幕，照这个趋势，别说公司的项目，我自己的私人账户也能大赚一笔。裴燕，你做得好啊！鸿盛药业新研制的特效药消息一公开，一路走高，现在已经上涨了150%了。爸，我们要不要再追加10亿进去？我们已经投了15亿进去，再追加10亿，万一亏了？不可能！我算过了，鸿盛药业的股价起码还能再翻1倍，10亿变成20亿爸，你相信我？你有信心吗？当然。好，但要是亏了，董事会那边的压力你要一力承担。楚昭，这次之后，我看谁还敢说我是靠着你才有的今天。
楚昭，看到洪胜的骨架了吗？就算没有你帮忙，我裴燕一样能做成事儿。你现在这副样子，真是可怜可悲。你什么意思？我当初会帮你，不过是因为你和我一样，在都是被忽视、被边缘化的那个。我以为我们同病相怜，算得上是朋友，所以我愿意伸手拉你一把。可我没想到，一点点虚名利益就能让你忘了本。为了夺权，已经彻底失了本心。裴燕，好自为之。楚昭，我现在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和眼光得来的。我裴燕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尤其是你。裴燕，你在哪儿？洪胜的新药被爆出严重的副作用，导致多起医疗事故。现在媒体全在报道，药监局已经介入调查，股价开盘直接跌停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可能，昨天还好好的呀。现在割肉离场虽然亏损，但至少能收回一部分本金。再犹豫下去，只会血本无归。这是我看在曾经情分上给你最后的忠告。你少假惺惺的让我割肉，休想！这只是暂时的，只要调查结果出来没问题，股价一定会反弹，我一定能翻盘。你没救了。据报道，此前一路走高的洪胜药业股价已经跌停，市值缩水近一半。10亿，亏了整整10亿，这就是你给裴世力的大功。董事会已经炸锅了，你告诉我怎么办？爸，这次是意外，我之前也给集团赚过不少钱啊，不能因为一次失误就全盘否定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想办法补救。你早期那几个策划案到底是谁写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能有今天的名声，靠的是楚昭，没了他，你裴燕算什么东西？可你呢？你天外是守着金山要饭吃啊！能力不行就算了，连最基本的知恩图报、审时度位都做不到，马上给我滚！往后你和裴家再无瓜葛。滚！都给我滚！这是什么破附件，一点用都没有！我的腿是不是好不了了？烦死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发脾气，真当自己是太子爷了。要不是看你还有点用，谁愿意在这里伺候你？早知道还不如选裴燕。仙人哥，我去叫人过来收拾。喂，小雪，你最近有裴燕的消息吗？你还不知道投资的上所暴雷，害裴家亏了10亿，裴董大发雷霆，把他从裴家赶出去了。洪胜药业，那不是楚昭投的项目？是他在报复，这个贱人！楚昭，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是你，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不肯治贺欣然的腿，眼睁睁看着他受苦。你明明知道洪胜药业会暴雷，却故意他亏钱，开成了裴家的弃子，你就是在报复我们，要让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好下场，对不对？这才哪儿到哪儿，是他为了给你出头摔的。裴燕亏钱是他自己贪心不足，不听劝告硬扛造成，与我何干？你明明可以救他们的，我为什么要救？比起你让他们听到你的心声来挑拨离间陷害我，我这只不过是放下助人境界，尊重他人命运而已。你怎么会知道替新生的事？难道？你怎么会知道替新生的事？难道？当然是因为我也能听到你那些用来操控人心的把戏，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清清楚楚。原来你什么都知道，一直把我当猴耍。是，我是用新生挑拨了，是他们蠢，轻易相信我的话，就活该被我利用。贺欣然、裴燕，你们听清楚了吗？楚清，你个白眼狼！亏我一直那么相信你，为了给你出头，我才摔成这个样子。你居然说我活该！你除了会发脾气惹麻烦，还会什么？连自己都顾不好，还指望你能帮我拿回楚家的一切？你一个蠢一个胎，反过来拖累我，我早就受够了。所以，从一开始就都是假的。所以，从一开始就都是假的，只是为了利用我们对付楚昭。不然我凭什么要讨好你们？你这个贱人！你们3个有今天，完全是咎由自取，不像我，眼光好，站对主，跟着楚昭，有肉吃，有钱赚。昭昭，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你治好我的腿，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再也不跟他来往了。你的腿是你自己造成的，与我无关。我们早就恩断义绝。走吧，别在废物身上浪费时间。楚清，给我站住！这笔账我要和你好好算。就算现在跑，贺家也不会放过你。是他自己摔的，不关我的事。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只要你还是楚家的继承人，贺家就动不了你。可是楚昭，要是楚昭死了，他手里的股份、继承人的身份，楚家还有谁能跟你争？一切不就都是你的了吗？我出校门了，对，你过来接我吧。李律师，楚昭在学校后门被人绑架了，灰色无牌面包车刚走，我现在去追，拆包看不清，快报警！跟上前面那辆车。楚昭，没想到吧，风水轮流转，现在你落到我们手里。楚昭，你这个强盗、小偷，是你把一切都夺走了，把我的人生毁了。什么叫我抢了你的身份？当初是你自己走丢，又不是我把你弄丢。什么叫我抢了你的身份？当初是你自己走丢，又不是我把你弄丢的。还有，我是我爸的亲生女儿，股份、宠爱那都是我应得的。我才是楚家真正的血脉，你这个野种夺走了一切，我要你死！只要你死了，楚家的一切就都是我的了。都是你，是你害我沦落到这步田地，我要杀了你！楚昭，快躲开！这次是你欠我了。别说话，撑住，救护车马上就到。这下我算是还了你当年把我水里捞起来那一命了吧？徐思念，醒醒，不准睡！快，救护人员，这里重伤，伤者失血性休克，腹动脉破裂可能，建立双向道，颈托固定，准备转运，配合调查。不是我捅的人，都是裴燕干的，是他逼我来的。医生说你恢复的不错，阎王爷还不想收我这条功利的命。不过我这可是实打实为你打了一刀，救命之恩，以身相许不过分吧？你是不是麻药劲儿还没过，脑子不清醒？别让感情玷污我们纯洁的金钱关系好吗？开个玩笑嘛，你看又急。不过经过这件事，我姑且承认你是个还算靠得住的盟友，我们可以是生意场上最紧密的伙伴，甚至重新成为朋友。听起来不错，那么重新认识一下，亲爱的合作伙伴。合作愉快。看来两位已经达成了新的共识，以后还得多多仰仗李律师帮忙了。荣幸之至。